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欢迎来到 Hang Out with Classica。今天的来宾呢，他对于学习语言非常的热衷，而且他有非常独特的学习方法哦。今天除了让他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的学习经验之外，也请他教我们他自己独特又活泼又有趣的学习方法哦。那这位来宾是谁呢？他就是超强系列的超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边是超强系列。萨瓦迪卡，萨瓦迪卡。大家好啊，这边是超强系列，现在会几种语言：日月火水木金土。2、3、4、5、Yeah，Let's do this。我看过你很多影片，在频道上你分享非常多的学习方法。那首先我想请你跟我们聊聊，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你开始学语言？最一开始学的第2外语应该是日文。对，那个时候呢，主要是自己对于动漫很有兴趣啦。然后第3外语就是泰文。那个时候其实是因为一半的亲戚都在泰国那边，对啊，所以每年几乎都会回去，跟他们团圆啊什么的。对，然后就他们在聊天的时候，每次就是想要插话，可是就听不懂。对，然后他们看他们聊得很开心，所以就觉得。不行，我自己要学一下。对，之后再是像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韩文，那韩文其实真的这个动机真的还蛮奇特的啊，就是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，就看旁边有个同学在念韩文，我就那个课本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就看一看，字母还蛮简单的，然后学了1个小时就把它背起来了，然后就想说，那么简单的东西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浓缩成大概10分钟，然后分享给。就是观众们看，然后就是然后没想到那支影片就因此爆红了。那其实我们在学语言，它其实不是1天2天的时间，是，它其实是一段过程。那所以你会怎么看待一个学习语言的阶段，或你怎么规划这个阶段呢？其实我觉得学语言分大概4个阶段。对，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初期呢，也就是也就是入门嘛，就是一开始踏入这个领域。那个时候一定是抱持着一个很有热情、很有野心的一个心态啊，所以就是每天不断的开始练习啊，然后增进自己实力。你非常的勤劳，每天日以继夜，你只要有空的时间就会拿出来翻。是，但是到了中期就是开始会有点疲乏，对，然后就会开始降低你学习的频率了，会看字。然后可能看到一些字，你会试着去想要把它去理解，对，然后运用在自己生活上面。像你可能看到灯，你会想说它的这个语言是什么？没有考试或者是外界社会给你的一个刺激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大部分自学人都会停在这个阶段。是，对。那之后的后期呢，我觉得就是一个你已经学到很有成果了，就是你可以。沟通上面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障碍，当然讲到一些关键的专业名词的时候，借由别人的解释，你还是可以听得懂那是什么意思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会语言的一个定义啊。还有没有下一种阶段？第4种阶段是什么？是我所谓超强期。你会讲这个语言，你可以完全的沟通之余。你讲这个语言的时候，同时又能塞梗进去，你同时可以了解这个文化的背景，它的一些时事，就是你可以塞很多很好笑的梗进去，你可以让当地人听的觉得，你这个人讲话不只是会这个语言，而是你精通它，而且你还会玩这个语言。我觉得非常有趣，就像你说的超强期，你可以创造一些好玩的说辞、有趣的说法。对，那其实就是我们很了解那个文化，那我们也看到这就是语言跟文化相关联。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个语言跟文化的相关联性呢？你可以发现到你在学每一种语言的时候，你会渐渐的被它的一些文化特性影响。比如说在韩文里面，他们的有分敬语，然后长体。那他们敬语里面又有分正式场合使用跟非正式场合使用的，所以就是种类可以分很多。可是，但是在中文里面其实没有这种分类，比较没有。再来是泰文，在泰文里面，他们的这个男朋友跟女朋友，其实是他们是用同一个字 ，ban， 对。那他们其实这个为什么他们没有分？这也是他们文化的特色。对。那其实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或者是你在接触当地，特别是学语言，常常要换一个
方式，不同的思维方式，是也就是你曾经在影片里提过的，就是学一个新的语言，换语言就是换一个脑袋。是。那其实在这过程里面，你是怎么样换脑袋的？因为其实讲中文的我跟讲英文的我都一样讨厌吃苦瓜，对，所以说其实应该说是一种思考模式，换一种思考模式。比如说啊，就是我们英文里面 nice to meet you，yes 直译的话很高兴认识你嘛，对。那但是在日文里面，就是他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他们并不会使用这个很高兴认识你这几个字，他们反而会用はじめまして。那这个直翻成中文又是初次见面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语言，为什么说语言它没有办法直译？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对，我讲翻译这种东西，它其实就是传达意思比较重要，对，并不是局限在于那个字是什么意思。对，这也是学语言很重要的。对，不是单去学那个字是什么意思，而是这整句话它背后带的文化意义是什么。对，是。联想法对你的学习有什么样的帮助？我觉得联想法就真的是一个第一时间可以用联想法的方式呢，来把一个陌生的单字给它记下来，就是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去联想一个新的字啦。好，对，那究竟联想法是什么？可不可以请超强老师教我们几句呢？有点热很热，可以开空调吗？我没有开啊，我没有开空调，所以就是空调的意思。因为它其实这个字是英文来的啦，它其实泰文的全名是air condition， 就是 air condition。对，然后它就因为泰文就是会把它简化，然后就变成就只有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，就是用我们自己熟悉的语言，很快的可以去联想到我们一个完全陌生的字。对，很重要，还是要回去学那些字母，让可以更准确像母语者发音的状态。毕竟那个语言还是听说读写嘛，对，还是有读跟写。对啊，还是很重要。对，那我们注意发音之外呢，我们还要找到各种的学习方法。对，刚刚有一个联想法，每周定时定量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？然后再是你怎么去，目前你是怎么去执行它的？我自己还是会给自己一个压力，说，毕竟我做的东西要是给大家看的，我会强迫自己做到最好，去确认每一个音是最正确，然后每个我讲的意思，我讲的一个内涵是最正确的。我现在在 IG 上面有一个每日一强的系列，就是我会在上面 po， 每天就 po 一则我今天学到的一个泰文单字。那这也是另外一种强迫自己学习的方式。你今年你说你会把学习语言放在泰文的重点，那你有什么目标吗？其实我今年呢，就是希望可以让自己的泰文突飞猛进。除了真的是要非常努力学习之外，有另外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，就真的是买机票，然后飞过去，把自己投入在一个全外语的环境，是一个被动的刺激嘛。我也预计在今年毕业之后，然后去泰国住3个月，也会陆陆续续拍一些在那边的生活，那边的 vlog。然后将这些所见所闻呢，再带给观众朋友们。是的，你会怎么鼓励自己跟提醒自己呢？其实我觉得要对以前的我说一句话的话，我觉得，你做的这个决定真的没错。因为其实语言这种东西真的是时间累积而来，它不是1天2天的事情。对，所以有当时候的你有那个决心，决定要开始，真的是很重要。到现在我没有间断过学习语言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你，当时候有做这个决定。我觉得你这个对自己的鼓励也好，或者提醒也好，我觉得对很多自学者或刚开始学语言的人，他都是一个激励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像超强一样，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，找到有趣可以让自己很活泼的进行一个语言的学习，都很重要。那找到你的学习方法、联想法。然后用很好的执行方式，每周定时定量，然后透过很好的教材，让你可以持续的进步。那这些经验别人都拿不走，你可以永远放在身上，放在心上，放在你的脑袋中。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超强让我们分享你的学习经验跟你学习心得。各位如果想知道更多超强怎么学习外语的，那记得到他的频道超强系列去看看超强哦。那也别忘记订阅 Glossica。那你有任何问题，可以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。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这边是超强系列。今天很高兴呢，可以收到这个 Galaxica 的一个邀约，然后来进行这个小小的访谈，希望可以借由我的力量，一点小小力量，可以激励大家，激发对于外语的兴趣。想用其他比较轻松诙谐的方式学外语的话呢，欢迎来我的频道看看，千万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哦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